民法典让法律 easy 一点，让烦恼少一点。老板，不用签婚前协议书了，我现在很有钱了。啊，等一下，你不是3道猴子的钱还没拿回来，怎么突然又很有钱了？我跟你说，我的前老板啊，他在退休前，他就说他要把他所有公司的财产分给我们这些员工。他也没有什么，就是小孩啊，也没有老婆啊，也没有父母了。律师说我们可以得到这笔财产，可是现在很麻烦，就是他弟弟要来跟我们抢这些财产不是遗属就要给你们了吗？对啊，我们也都这样子觉得。可是他弟弟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他自己的什么特留份，这个是什么啊？哎呀，讲到这种继承权的问题这么复杂，我们当然要来请教我们的美魔女律师啦。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哎呀，委员，我们这个助理呢又逆转胜了，他人生真的是逆转再逆转，起起伏伏，太厉害了。现在他说他听了你的建议之后，他也想签婚前协议书。对，我觉得很明确嘛。我们所以婚前协议书那一期还没有看的，赶快去看了。但现在他遇到一个问题啊，他现在意外获得这一笔财富，可是他的老板说要给他一大笔遗产，但是现在他的老板的弟弟不认账啊。我觉得这个要先看几个事情哈。第一个就是这个遗属啊，遗属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如果这个遗属呢，它是一个有效的遗属的话，那么它就因为它有效，所以它遗属里面的规定呢，原则上面来讲就会按照它的遗属的内容的规定。但是与此同时呢，我刚刚听到你讲说，这个你助理提到说特留份，对，的确在法律上面来讲呢，有几个概念哈。第一个，我们先讲。继承呢有继承的顺序，法条里面呢它都有规定。这个民法呢1138条，台湾的这个继承的法里面规定呢，继承原则上面来讲，它的顺序呢一定是直系的这个卑亲属，就是所谓卑亲属就是你的下一代了。对。然后第二顺序呢就是父母啊，第三呢就是兄弟姐妹。然后配偶当然是跟这些的刚才讲的这些的顺序的人呢，他是一起去继承的。但是呢，在法律上面，我们又叫一个名字呢，叫做应继份。应继份呢，就是你继承的时候呢，你会继承多少啊？所以应继份呢，同样在法条里面呢，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配偶呢是在跟这些的子女在继承的时候呢，他是跟他们平均，比如说你有2个小孩，然后还有这个太太的话，那基本上来讲是每个人大概1/3啊。那如果说是跟这个父母来继承的时候呢，它是1/2，也就是说配偶是1/2啊，然后父母2个人是1/2，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应继份的概念。那有一个叫特留份是什么？特留份呢，就是说你不可以侵害到继承人他法律上面应该给你的这个权利，这个叫特留份。民法上面有规定，如果说你是直系血亲的特留份呢，它是应继份的1/2。那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如果说是3个人的话，应继份的话是1/3，对不对？那你的特留份呢，就是你的部分1/3的1/2，那就会变成1/6啊。所以原则上面来讲，在法律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它的避免是在避免，就是说你侵害到继承人他的一个权利了。所以你可不可以被继承人可不可以去做这个继承的这个安排？当然是可以啊。那只是说你在做的时候呢，你不能够侵害到这个特留份，这是法律上面特别帮你留下来的一个属于你自己所有的一个权利。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个最低的保障在就对了。是。所以说，今天如果像刚才这个我助理的老板，他这个没有子女，然后他打算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这些当初跟他一起创业打拼的员工，可是这问题就变成说，那他的弟弟主张他也有特留份，甚至主张说你这个遗属无效的这个状况之下，那最后法院的判决的依据就是，假设这个遗属，因为他刚才说有律师作证嘛，那基本上大概很难推翻他这个遗属的效力吧？不一定，不一定。那所以这分几个情况，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我们讲第一个，我想先弄清楚继承的顺序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已经有指定继承人了，可是还是必须从这个整个财产里面留一部分做特留份，那到底这个要怎么先拟定呢？其实有时候不能够讲说他指定这个继承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律上面来讲呢，它里面都有规定啊，你的这个继承的顺序是怎么样。是。可是呢，我们也不免就是在法律上面来讲呢，常常在社会上面有时候呢，
当你年纪大，或者是你在做遗属的时候，你还是会有这个感情的因素在里面。那所以呢，因为法律上面它要综合考量你实际上面的情形，当然它也要尊重你这个被继承人的意愿。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财产是属于他的嘛，他有一个权利决定他要怎么样处分他的财产。但与此同时呢，他也会就是担心你的这个遗属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之下做的，所以才会有第一道的手续是先确定你的遗属是有效还是无效。等到你确定你的遗属是有效的一个情况之下，才会去论说，好，你这个有效的遗属里面所做的安排有没有侵害到别人的权利？万一你有侵害到别人权利的话，那法律上面的安排它是怎么样安排？这个就是特留份的部分会进来的。那被继承人也有可能会有债务啊，对不对？好，那如果被继承人有债务的情况之下，你不能讲说继承人把被继承人的财产都继承下来，然后那个被继承人原来欠的那个债权人他就活该倒霉，因为他已经过世了，你拿不到钱。不会啊，因为他会从你的这个遗产里面，你知道，先从那个部分呢，你还是应该先去偿还债务。好，那我们都厘清了这些之后呢，就看看遗属。遗属并不是讲说有律师见证它就一定是这个有效的遗属哈，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地方，它对于遗属的规定呢，其实不一样。我们刚刚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讨论到准据法的概念，你记不记得啊？所以你牵涉到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啊，那它的规定呢，其实不一样。那以我们台湾来讲呢，遗嘱呢，它其实有分5种，好复杂哦。你看，遗嘱还有分5种啊？对，因为你的格式，你是不是掉进去这一类的遗属，取决于你有没有符合它的规定啊。第一个呢，它叫做自书遗属，就是你自己写的遗属。第二个呢，它叫做公证遗属啊。第三个呢，叫密封遗属。密封遗属是你写好之后把它密封起来，然后见证人在那个上面，就有点像我们开股东会的时候，不是那个投票，很像那个清朝的时候这个密件遗诏制度，对，有一点像那样，藏在那个匾额后面，对，藏在匾额后面的那个清朝，我们在看那个剧，代笔遗属就是不是我写的，是你写的啊。然后还有一种是口述遗属啦啊，所以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说，有时候呢，比如说有这个年纪大的这个被继承人呢，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自己亲笔手写了，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会口述。那口述遗嘱呢，简单来讲，每一个遗属有它的要求的一个条件哈。那像口述遗属呢，它的定义按照法律上面的定义，平常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做的哈。它是讲说，遗属人呢，因为生命危急。你的情况很危急，然后或者有其他特殊的情况哈，然后你不能够用其他的方法。我们刚刚不是讲自书遗属啊、密封遗属啊，就是公证遗属啊，不能够用其他的方法来做遗属的时候，那你可以做口述遗嘱。所以其实简单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口述遗属它必须要是这个它真的不行了，他才能用这样做。生命危急或者什么样特别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用其他遗属的方式。其他遗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对不对？这些你都做不了的时候，你才能够用，对你才能够用口述。那你口述遗属呢？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遗属人要指定2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对啊，也就是说你见证人要2个，然后呢，要由见证人其中的1个人把这个遗属的意思呢据实做成笔记啊，就是说我说了什么东西，这个你是见证人啊，因为你助理是可能受贿者嘛哈，你是见证人啊，你把它写下来，做成笔记之后，而且你要记明，少一个都不行啊，你要记明年月日，比如说今天2023年的10月5号啊，然后你要跟其他的见证人一起签名。那所以呢，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才讲说，它是这个符合这个口述遗属的情形。那如果说是一般的情形，你不是用口述的比如说我这个意识形态都很清醒然后呢，我自己把这个遗属的全文写下来，我自己写年月日，然后我自己签名然后如果我有修改的时候，我在修改的地方呢也签名，然后呢我还讲说我修改的字数
有时候你不要只有你改的时候划掉之后，然后写上去不行啊！你要讲说你改上去的那个字数是多少，那个才叫做字书遗属。我们只是举例讲每个遗属，因为它有特别的规定，它不是你脑筋想说，我自己亲笔写的，它就叫做字书遗属。是啊，你必须要最好，当你要立遗属的时候，我还是鼓励大家，你还是要找一个你信赖的。这个律师啊，你还是要找一个。所以像刚才那一个这个助理的案件，其实有一个律师来执行这个遗属，其实对方要主张说这个遗属无效的这个状况就比较不容易了，因为毕竟他有一个。但是你还是要符合他的要件，是见证人要2个，所以他不仅要找一个律师，他还要再多一个见证人。对，因为律师本身也可以当见证人哦。但是比如说这个法条里面规定你要有2个见证人，你就不能够自己。说反正我已经找了律师，他有律师执照，他就可以不行啊。你就是法条里面规定你的那个条件，你必须要符合那个条件，他才能够调进去那个定义的这个遗属里面。所以我才讲说，因为这个法律的规定哦，这个其实很复杂，很复杂。对。那再来是那个刚才讲到特留份跟那个到底要怎么去计算？特留份的计算呢，因为我们讲原则上面来讲，特留份呢是这个碰到这个子女碰到父母、碰到配偶的时候，特留份就是他原来应计份的1/2。但是如果碰到兄弟姐妹、碰到祖父母，因为那关系又稍微远一点，对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它就是应计份的1/3。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字，大家来看的话，会比较清楚了哈。我们所谓的遗产有100块钱的话，表示说他已经把债务的部分先把它去掉了，好，所以没有那个债务的问题，单纯的它可以分的大概就是100块钱嘛。假设我们用更简单的，就是说只有一个这个小孩跟一个妈妈的话，那基本上面来讲，他的应计份的话就是1/2，也就是一个人是50。那他的特留份是什么？他的特留份就是50块钱的又1/2，所以它就变成25块钱，是25块钱。所以只要呢你在做遗属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你助理的这个钱老板呢，他没有侵害到这个特留份。也就是说，这小孩的25块钱，或者是配偶的25块钱的话，那他在另外的部分他就可以处理。那如果说他在写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在里面讲说我排除掉特留份之后，然后你们想，绝对不会了。他一定是讲说不要把我这个财产呢就给跟我一起打拼的这个员工，只是说将来在执行的时候，如果这个遗嘱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的时候，将来在执行的时候，法院会把他这个特留份的部分挪开，也就是说，你就算是100块钱但是呢，因为有特留份的关系，所以它是50块钱的部分。兄弟姐妹的部分呢，因为我们讲说，在跟兄弟姐妹的时候继承的时候呢，他兄弟姐妹是1/2的1/3就是1/6。所以兄弟姐妹只有1/6。特留份的部分，因为应继份的部分跟特留份，应继份是你应该要继承的部分，特留份是特别帮你保留下来的部分，你不会被侵害的部分。但是首先要先这个被继承人他先没有子女配偶，才会轮到兄弟姐妹，对不对？对，没错，没错。这个所以顺序是大于他的这个所谓的份额，因为你要先拟定顺序，这个顺序空缺才有下一个。对。所以这样我们就很清楚。所以在你的助理，我如果听刚才前情提要的时候呢，是这个没有配偶嘛，对，然后没有子女嘛，然后也没有父母嘛，所以才会有他弟弟。主张说他的这个权利嘛，所以他最多在这个 case 里面，他拿到就是1/6。对 ，OK， 只要他没有得到这个继承权的话，对，可是还会有一些丧失继承权的特别。这里就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例子这是今年8月的时候的一则新闻这关于谁呢？这很有名的制作人邱黎宽还有呢这个曾志伟的案件这案件其实有点小复杂，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邱黎宽呢，他的恩师叫做裴祥全那他8年前的时候病逝的时候呢，他总共呢留下2亿多的遗产那他的遗属对真的很多他遗属呢当中呢交代30%给邱黎宽，那这个裴祥全呢自己的3名弟妹呢则是
分毫不会给。好，那但是呢，这个裴祥泉的妹妹啊，她就要求要确认遗属无效，但后来法院认定说这遗属是有效的哈，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讨论，但重点就在于说他因为这个裴祥泉生前说家里的人1毛钱不给，好，这是个关键。那所以最后呢，二审的时候就判给了这个邱礼坤他们等继承人，但是呢，很好玩的是，同一时间哦，这个曾志伟呢听到这个判决之后呢，他就跳出来，他说啊，那你既然你们判了对吧？哈，那我也要来主张我的债权。为什么？因为裴祥泉生前呢，协议拍片投资的时候有跟他借款了，既然欠了艺人曾志伟5700万哦，所以第一审的时候呢，这个败诉啊，但第二审呢，就是说你这个继承财产权的范围之内呢，5700万元要来先给付给曾志伟啊，所以这就很符合刚才这个委员所说的部分呢，整个2亿的财产，5700万债权扣掉之后，剩下的才是由这个裴祥泉的弟妹们，还有这一些他所指定的继承人，包括像邱礼宽等人来继承，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因为你不能够说这个财产的部分大家都分掉，那债务的那个部分呢，你就不处理。对，所以不会哦。基本上面来讲，如果你认为那个继承的债务比继承的财产多的话，通常正常的做法，我们叫做抛弃继承嘛。因为你知道说你要缴多少那个税嘛，对，遗产税，所以呢，一定会知道他的这个整个财产的一个状况啊。那你知道这个财产状况的时候，当你的债务比你的这个遗产多的话，你干嘛要去继承？你去继承就是表面上拿2亿，结果你要多付1亿出去，好，所以这个很正常。但是抛弃继承呢，在法律上面来讲，它必须要在一定的期间。好，他一定要抛弃，否则的话呢，那个时间经过的话，他就不能够等到后面的时候说啊，我要抛弃，我要抛弃。好，所以简单来讲呢，如果说在那个时间经过之后，大家已经都不能够抛弃的话，那债务的部分呢，那些的继承的人在继承财产的时候呢，也同时继承了债务。所以等于说，继承的财产先把这些债务全部扣掉。扣掉之后，剩下的才是你们分的部分了。对，那当然也另外一个实务上比较常看到的情形呢，是有时候债务不见得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扣掉，他可能已经算了财产之后，才发现说，哦 no， 这个其实债务他也同时也继承了，就分完之后才发现也有这种状况。比如说我可不可以主张，比如说这个人假设邱礼宽死了，然后这个曾志伟没有注意到，对，然后可能过了5年，有可能啊。我觉得他这个例子，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实际上面的情形，对不对？是。但他实际上面的情形，就有可能是因为曾志伟是说看到哦，你原来这个是一个有效的这个遗属，所以现在钱到了谁身上去，谁是那个继承人？那个继承人既然继承了财产，当然也继承他的债务嘛，是，所以他就会去找这个继承的人。但是呢，单纯的从你刚才这样念出来的这个情形呢，当你在继承财产之后，从你这个同样的你也继承了这个债务。如果你要抛弃继承呢，他在法定的时间之内，你必须要载明抛弃继承。没有，最近有一个很有名是什么？5亿高中生、啊。哎呀，那个真的很麻烦。对哈、那5亿高中生，他里面就是他有一个同性的配偶，但是在他同性配偶签了，他们有去办这个同性婚姻，然后他就突然自杀了。所以后来验出来是自杀，所以当时大家就疑云啊，就说他有5亿的遗产，他干嘛自杀？对。那最近好像法院判出来说这个婚姻是无效的，所以就好像这个争议就比较小一点了。我不知道了哈，我是说举例，如果他是真的这个是被杀害的话，对啊，然后是被这个继承人杀害的话，继承人也没有继承的权利了。是，对。好，那其实呢，关于这个继承的问题哦，就是它的样态、态势还是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大家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年龄层老化，年龄层老化很多的，尤其你看到像这个。我记得好像是陈素菊女士吧，对不对？对。她是很多的时候，她希望把她自己的钱呢，都要给这个社会大众，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善心的，做慈善的，对，慈善家。对，所以呢，可能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有很多其实年龄偏高的，但他也希望说他对社会上面来讲呢是有多一点贡献，所以可能在跟这个家人方面啊，可能他未必是想要把这个财产留给家人，他反而希望，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遗属呢就必须要。
很明确啊。那万一呢，他没有办法很明确达到的话，那他可能就会造成其实他想要造福这个社会，可他没有办法造福，因为法律上面还是有规定应继分呐、特留份，然后这个继承的顺序啦，好，所以我的遗嘱是很早以前我就很年轻的时候，我的遗嘱就已经写好了，然后遗嘱执行人也通通都有了，对，所以好，所以我没那个烦恼。我以为你要分享，我以为你要分享你的做法，没有我一定是自书遗嘱啊。那这个关于委员的遗属，什么时候来分享？遗嘱的内容不需要分享吧？方式可以分享啊。好了，这个今天呢，我们民法典了，我想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遗属的继承，它样态很多元啊，哈，但是大家请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法律它有一些保障，为什么有一些保障呢？因为它会希望在遗属的执行不是出现有弊端呐，这个要防弊啊，防止有些人用一些非法的诈术啊等等方式就侵夺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嘛。这个我们其实如果常看影集啊、戏剧啊，甚至真实的案例的分享，你就会发现真的常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啊。所以也让大家更加了解说关于继承权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家家户户都会发生的哈。那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有所帮助了哈。那今天呢，我们民法典时间过得快，最后还是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最重要的是帮我们留言，然后告诉我们呢，好，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啊？那我们这个系列可以越做越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记得追踪哦，每周都会更新一集哦。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